他们还挺厉害的。差两场金玉绝佳，这一场算是重中之重了。看什么？对啊，看架梁子今天志在必得啊！说不准。实在是太大。看见没？现在大家对我们歪瓜裂枣队已经是刮目相看了。而且呢，还有很多人对压孟红锦他们可是后悔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场，你是万众瞩目，加油！哥，对面的歪瓜裂枣正看着我们呢。哼！你们俩说，会不会有人给我们使绊呢？碎尸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应该不至于。哼！所有考生过来集合抽签。第9位刘玉珠，第10位王青青，第11位江若瑶，第12位江离。请各位考生按抽签的顺序进行考试。今日考核秦艺，考官共有5位，除我之外的考官有惊鸿仙子。惊鸿仙子，她不是望仙楼的头牌吗？当年可是一取值千金呐。传说惊鸿仙子从望仙楼隐退后便洗手作羹了，没成想还能在此遇见。宫廷乐师年居。哎，年居是真大师啊，而且他真敢说。金科状元沈玉荣。快看，是痴情的状元沈学士。沈学士也通琴艺啊，听说他那亡妻有一手好琴艺。下一位。先生，下一位还没有到，我们是不是要等他？因为向来行事无常，过来正好。开始吧。琴艺碎事现在开始。肖先生心急得很呐。肃国公萧衡。肃国公，请。竟然真的把肃国公请来了，还真是大大的意外啊！他的嘴在燕京坊内可贵着呢，哪个唱曲人弄琴的不想让他点评1-2句？小桃红是怎么火的？你忘了？哦。比赛开始。下一位江若瑶。
燕落平沙。这才1个音，你怎么听得出来？还真是燕落平沙，这可是天底下最难的曲子，随时从来没有人敢弹。这三位果真实力不凡啊！此曲借鸿鹄之志，写义士之心修，指法极难。没想到江家三娘子竟能驾驭此曲，实是不易呀。仙子，你也是因为燕落平沙而名满燕京的吧？哎，他这么一说，这位学生还真的有几分你的影子呀。确实，后生可畏。惊鸿仙子私底下点拨过他？妙哉！江三娘子年纪轻轻，未经世事，竟能弹出燕落平沙，艳群百态，更有此等隐逸风流的意境。日后再提起燕落平沙，最先想起的不再是你，而是这位江家三娘子了。第12位，江离。江离排在江若瑶后面，必定吃亏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天助，人助也。来看看这架琴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爹，这琴很贵重吧？家里还有一把呢，这把退掉吧。你父亲省下来那些闲钱呢，本来是想去买酒的，但想想啊，还是买架琴给女儿比较好。你看啊，你那架琴修修补补也好几年了，也该换个新的了。不行，爹，
这把琴太贵重了，早知道习琴这么费钱，我当初就不学了。阿离，别这样说啊！你本身就喜欢琴，再说了，精通一门技艺，也许哪天你用得上的话，可能会给你带来机遇呢。啊？他是怎么了？还不开始？该不会是不知道怎么用琴了吧？哎呀，这倒也正常。追女堂又没有学琴的地方，人家弹的确实。怎么了呀？别着急。是啊，害怕了。这是什么？弹这种不知名的小曲儿，丢人现眼。他会弹琴吗？珠玉在前，这琴确实有些难以入耳了。这是什么曲子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呢？他弹的这是“芳菲落尽梨花白”呀。过去我游历四方时，曾听过这个乐曲，只是个不入流的民间小调。因曲风哀婉，让人印象颇深。不过这个怎么能跟燕落平沙相比呢？呵呵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呀！这就是你说的不入流的民间小调。曲还是那个曲，可这指法和技巧却都换了呀。夫人的琴声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妙哉妙哉，仿佛有生命一般。这情绪急转直下，仿佛有种深深的无奈。
芳菲落尽梨花白。这首民间小调写的是女子对命运的控诉，凄楚而哀怨。一个少女，怎能将这曲子弹得如此通透，仿佛有种极大的冤屈。这曲子听起来如此悲伤，闻者落泪。怎么沈学士流了一身汗呢？乐曲演绎的口忍心弦，令人动容。老夫无以言表，无以言表啊！再多夸赞，皆显苍白。这首《芳菲落尽梨花白》和我过往所听大不相同啊！可是你另谱的吗？学生过去听闻此曲，亦被其旋律所感动，因此在日后的练习中加上了自己对此曲的感悟，让敏居先生见笑了。哎，小小年纪，不仅会弹，还会谱曲，当真是后生可畏呀！这回稳了。江离，你太厉害了！厉害！方才你弹的曲子虽然我从未听过，但是听得我全身都动弹不得。这魁首非你莫属。这回李莲他们肯定没戏了。说是他们把赌注压在江若瑶身上了。什么？我方才一直在观察，李莲他们根本不关注自己队的人，反倒是对江若瑶诸多关注。我想李莲他们应该也知道，只有江离赢过江若瑶，我们的积分才会超过他们。为了不让我们得到第一，他们宁愿帮助江若瑶。你觉得他们笼络了谁？棉居是位乐痴，想笼络他并无可能。青红仙子又是江若瑶的老师，自然会偏颇。就剩那3位了。江离这曲《芳菲落尽梨花白》，无论技法、意境，还是情感，都值得第一。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江离虽然情绪饱满，但芳菲落尽梨花白，未免哀怨太重，旁人恐无法感同身受，倒不如燕落平沙来的干净透彻。这琴心如人心，我觉得后者更有辽阔宽广之意。好家伙，我倒是今日才知晓，原来琴心也分高下。哼，恕我直言，仙子这样的说法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棉居先生，既托我来评议，便不可让我受制于你。个人有个人的评法，我不驳你的意思，你也别驳我的。也罢，知道你偏好自己的成名作，不过少了你，结果也不会变。萧先生，你说对吧？我把票投给江若瑶。什么？是老夫耳朵聋了，还是萧先生也跟着犯傻呀？这江离和江若瑶都是你学生，
你是不是收人钱了？莲居先生慎言，我明义堂传授琴艺，讲求技法，是让学生能够更丰富地演奏作品。江离的琴确实情感丰沛，只是技法上落了下乘。相比之下，江若瑶的琴技成熟稳定，明显是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。我明义堂更鼓励学生扎实地精进一门技艺，所以我投给江若瑶。萧先生所言，倒是解了我多年的困惑。我说这明义堂这么多年，为何只出庸才，却出不了大师？你，苏国公，你投给谁呢？我不是琴师，我是听琴之人，品评不得技法，只谈一二感想。琴痴、情痴，一字之差。江离的琴音里恰好都有。此曲数以爱琴之人遭受背叛，下场惨烈。我悯此女的哀情，更敬她的刚烈。遂以此票，我祝秦中人恩仇得报，前路坦荡。好，不愧是苏国公，总算是有个正常人了。沈学士，现在他俩的输赢交给你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给我！这……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连陪你嫁过来的情我都保不住。我沈玉荣还要和颜面见人，这科举我不考了。这琴卖了，还能再赎回来。我是女子，琴与我不过是消遣。你有经世之才，不能折在这五斗米之上。科举是你实现抱负的必经之路，夫君，你可不能犯傻。可你根本没有必要为我做到这一步，我实在有负岳父对我的嘱托。待夫君高中，再赠我好琴。你先去读书，我去就会。都说沈学士清明公正，不知你觉得哪一位更胜一筹啊？说来，我也曾去过青城山上的真女堂，人迹罕至，凄清苦楚，可怜一个弱女子，曾经被孤身留在深山里。我用这双手亲手埋了她，薛芳菲她已经死了。死了！
哎呀，你刚才可厉害了，他们都看傻眼了。你怎么这么棒呀？嘉二娘子，恭喜你夺得这秦艺魁首。我以为此刻周公子应当陪在三妹身边才对。嘉二娘子倒是不必将我往你三妹身边推。说起来，定下这婚约的，可是你我二人。周彦邦，收起你那副花花肠子吧。有了婚约，就别再拈花惹草了。这婚约之事，应当你最清楚。其实只要你愿意，我也可以说服我娘将这婚约重新换回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柳絮，我不愿意。哼，嘿嘿，你真厉害。快来！救我出来了！救我出来了！东宝出来了！快看看！是江离那对，我的血汗钱呐，血汗钱啊！是不是不是他？说什么闹话？这江家二娘子在幼年时便被送走，在真女堂一住便是10年。在这10年之间呢，她一直默默无闻，但经此一战，江家二娘子的大名便名震京城。真是天大的好事啊！恭喜江相国！江相国教女有方，实在是令我等羡慕啊！是啊，令我等羡慕。李相国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我都心知肚明。赌约那不过是小孩子们的把戏。李莲是你的嫡次子，出家之事，我看就算了吧。江元柏，休陷我儿于无心之地。那就出哪家寺庙，到时候别忘了到我家里传个话，内子也供养僧佛，到时候好去上香。上香之前，可别忘了回家看好江相国的2位千金，可别打起来了。诸位，等着看热闹吧，2个女人在打架，多好看呐！李相国，哪家寺庙啊？到时候受戒了，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哦。凭什么冤我？三娘子，娘子啊，娘子，你开开门吧！三娘子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大动静，宅中上下都知道了。输了比是不要紧，可不能输了人品。这三娘子把自己关在屋里头，老奴是怎么劝也劝不动啊。这输了比试倒也尚可，可这四处都有传闻，说是周公子啊要和咱们家娘子解除婚约呢。下去，快！是。哪里来的话？这外面的闺女圈子都传遍了，说是秦晋之后，周公子主动找的江离，要跟他改定婚约呢。荒唐！婚约岂能说改就改？你也不说说他，成日里没半分稳重，因为外头一些没根的胡话，回到家里就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学了这么多年的琴，还能输给真女堂的野丫头？不对啊，他在真女堂这么多年，练字就算了，那些真女怎么可能让他练琴？还练得一手好琴，确实蹊跷。打听一下，当初被抓走的那个真女堂堂主，如今被关在哪儿？这是要打听江离跟谁学的琴吗？自他回来，我一直都觉得不太对劲。或许他根本就不是江离。哎，放这儿，你放那边，那个高的，对啊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，那花金贵。你过来，放这儿。爹，我赢了。没想到，经过离儿的指点，你进步挺大呀！什么叫经过他的指点啊？明明是我天赋过人呐！你说的没错，明明就是你天赋异禀。二叔母，
梨儿送这么多花呀？是啊，这花开的正艳，最适合你这儿。啊，梨儿，二叔，来喝茶。这个我最喜欢。哎呀，就知道吃。梨儿，你带着我家瑞儿成长，让我很是欣慰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个不长进的还能进宫受礼。我的好侄女儿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对呀，梨儿，这个事儿啊，真是多亏了你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你们这么说，我怎么敢当啊？你们3个，非要这么虚伪吗？江景瑞，干嘛？夫人，怎么了娘？夫人你怎么了？你老幺怎么了？你的老幺，你的老幺。夫人你快过来，我给你按一按。别动。哎呀，夫人呐。童儿，走，快，我看看是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底下。怎么了？我听说了，周彦邦要找你换婚约呢。周彦邦啊，自小被宠坏了，做起事来想一出是一出，毫不顾忌，不用当回事。宁远侯都把他关禁闭了，他们家这几天四处做法，要把这事儿给压下去呢。是吗？不过嘛，这也是因果报应。谁让当初你刚去真女堂没几天，大伯母就着急忙慌的，让江若瑶代替你的位置啊？哎呀！光天化日，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，成何体统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要问你们呢。大白天的，在人家这儿打情骂俏，像什么话？大哥，我是腰扭了，想让袁平帮我疗个伤。老腰扭了，你们这啊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所以我这老腰劳损过度大哥，快帮我揉揉。快去！大哥，我来帮你按一按啊。景蕊这次在碎石中夺魁，多亏了梨儿的指点，我们2个就是特意过来感谢他。你想掐死我吗？轻点，快回去揉你们老腰去吧。夫人，我带你回家揉你的老腰去。瑞儿，哎，来了。我先回去了，夫人，慢点儿，慢一点啊。来，慢一点啊。景瑞，咱们2个抬着他。哎，哎呀，要快赶上老母猪了呀！成何体统？父亲。为父这几日公务繁忙，听圣上盛赞，才知道你在岁事中一举夺魁，尚不及为你举宴庆贺。想起你在明义堂的学业，是为父疏忽了。父亲不必自责。灵儿在真女堂10年，习惯了，想来明义堂的生活，也不应该打扰父亲。为父原本担心明义堂的学业艰难，你应付不了，怕问题多了，反倒增添你的烦恼。没想到，你不但字写得好，琴艺也如此厉害。为父真是欣慰啊！真女堂有位姐姐，是学琴的，我跟着她学了些罢了。她走之前留下了琴和曲谱给梨儿，让梨儿多加练习。因为练琴耽误了几次打扫，还被长侍的责骂了好几次呢。梨儿受苦了。父女之间不必遮遮掩掩，我心坦荡。若父亲有何问题，直言便是。为父知道，
你之前和周彦邦有过婚约，但后来改成了若瑶，也从来没问过你的意思。父亲多虑了。李二从未喜欢过周彦邦，从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亦不会有。若是他找你提及改订婚约，父亲也说了，是他向我提起，并非我主动招惹。更何况，女儿已经拒绝了。父亲此时提及，是不相信李二。那倒不是。也罢，就不提了。改日为父一定给你举办一个庆功宴，你为江家人长了脸面，应当奖励。谢父亲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姐姐，乔，还是只有自己靠得住。若不是这次碎事为自己博得了些名声，此事不仅接不过，还会成为我的过错。姐姐这回得了魁首，既得圣上亲自受礼，又在燕京立住了名声，日后行事想必会容易许多。我家娘子在天有灵，肯定也会高兴的。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远不是可以安心的时候。恐怕真正的危险正在前面。蠢货！爹，我那日当和尚就是随口一说，他们都没当真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再说了，我要真当了和尚，咱们李家的脸面何在啊？脸面？你现在才想起李家的脸面了？为父在朝堂这么多年，靠的是什么？言出必行。你当日酿的苦果，今日就给我全吞下去。可是爹，你总不能真看着儿子当和尚吧？有何不可？那江离困在真玉堂10年，尚能一举夺魁。你再看看你自己，为父为你言师请教10几年，到头来如何？一事无成。是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日后一定加倍求学，绝对不落于人后。晚了，如今京城上下全都知道你们的赌约，我也不能再维护你了。你在寺庙里给我好好待着，如果表现得不错，等风头过，我或许有机会接你出来，也好好改改你这个公子哥的陋习。拉走！爹，爹，哥，你替我求求强，哥，你替我求求强，哥，爹，我不想当和尚，爹，我还没有入洞房，我还没有给你传宗接代呢，爹，你不能让我当和尚啊，爹！笑什么？我只是可惜这个二弟啊，识不出爹的这番良苦用心。爹是做给长公主看的，为了长公主的事业，还有成王的事业，咱们李家都折了一个公子了，那将来事业有成了，那咱们李家还不是劳苦功高？什么时候看到这一层的？一大家公子和一丫头当街对赌，如此荒唐可笑，父亲却并未阻止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猜想，父亲肯定另有道理。那说说，如果是你，接下来会怎么做？我们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在叶世杰的身上做文章？如果我们把手直接伸进陆阳，釜底抽薪，那叶家很快不就是父亲的囊中之物了吗？可别再给我出岔子！你怎么连个小丫头都对付不了？我本来想着李氏兄弟能够对付他，没想到连周彦邦也被他迷住了。等到万一连江元柏的心都被他掰了去，那一切就晚了。一个在青城山待了10年的野丫头，一回江家就把你耍得团团转，现在干脆出了江家，碎事得冠，把明义堂都快翻过来了。你作为从小把他养大的后母，不觉得这件事情蹊跷吗？
我知道妹妹想说的是，她根本不是江离吧？我还没有愚蠢到那个地步。为此，我特别去查了最想置江离于死地的人。你就是青城山真女堂的堂主，你想不想出狱？你是？我是中书令夫人派来的，找我什么事？我有一个问题问你，你只要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我们家夫人自然会捞你出来。什么问题？你看看这个人是谁？这不是你们家二娘子吗？你再看仔细一点，她在我这儿住了10年，就算是化成灰，我也认识。当初柳元丰在圣上面前捅破了真女堂的脏事，为他作证的人就是江离。堂主恨死了他。要是他的身份有假，他肯定不会帮他隐瞒。由此可知，他就是江离，只不过是心机深重，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隐藏得很好。那这么说，更留不得他了。我还能怎么做？你还记得那沈家的事儿吗？你是说薛氏？薛氏被捉奸在床，逃至山中，最后还是死了。大家闺秀最害怕的就是尸劫。过几日，他们不是要进宫面圣吗？在宫里如果发生了什么尸劫的事情，在圣上面前，就算是江相国想遮掩也难。现如今江相国正是喜欢他，姐姐也不必恼怒，且先举高他的名声，日后自然跌得惨。这里是皇宫，若事情闹大了，恐怕不好收拾。你当妹妹我是什么人？不会害了你的江相国的。有我在宫里，姐姐你就放心吧。离儿给祖母请安。这次圣上亲赐宫宴，我们江家夺得魁首，自然要穿得体面些。尤其是二丫头你，这还是头一次进宫呢，更要把这行头认真置办起来。我特地寻了京城里最有名的几家铺子，让你来选一选。祖母，离儿此次进宫，是以江家的名义接受赏赐。要穿什么，愿凭祖母做主。你这孩子，这是把责任也一并推给我了。也罢，祖母就替你安排了。此次岁事，你为魁首，自当穿得典雅尊贵。我看这匹青丝白月，料色素雅，质地轻柔。若是做成一身衣裙，倒是符合你的气质，你觉得如何？甚合我意。哦，多谢祖母。张婆婆，送他们下去吧。是。你虽在真女堂长大，但这身气度却随了你的生母，一看便是大家闺秀。多谢祖母称赞。外头人人都赞你，我们家里人还吝啬夸奖不成？能够看见今日的二丫头，祖母很是欣慰。10年分离，不想你竟能修得如此好的品性和技艺。离儿不敢辜负父亲，还有祖母。好，的确是江家的好孩子。祖母还要嘱咐你几句。既做了江家的孩子，就要与江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宫里不比家里，要万事留心，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姐妹。这世上狂3诈4的人多了，
若遇到什么事，也别放自个儿心里委屈，回来告诉祖母。是，莲儿明白。你在做什么？母亲，这次宫宴我不去了。圣上设宴款待，其实你说不去就不去。圣上要看的是魁首，我不过是个陪衬的，去不去又有什么关系？若瑶，不过就是输了这1年的岁事嘛，何至于此？这么些年，我日日练琴，一刻也没松懈过，可这又有什么用？到头来，还不是被那山里来的野丫头给比下去了。要么我就不是这块料，要么就是母亲要我学这些，根本就是个错。输一次怕什么？看来是我平常太宠你了，才会让你如此的受不得失败。这宫宴你不去也得去。岁事上你已经让我丢过1次脸了，若是再敢让我丢第2次脸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看着她把衣服换上。是。姐姐，岁事夺魁，进宫面圣，每一步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姐姐之前说要进宫引出沈玉荣背后之人，那该如何做呢？自然是通过沈玉荣了。如今虽不知对方的底细，但可以确定一点，是对方对沈玉荣很是看重。我正是要借用这一点，逼其现身。可姐姐连对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该如何逼其现身呢？是个女人。女人？沈玉荣杀我之时说她身不由己，原本我只是一个小吏之女，父兄也并无仇家。借沈玉荣杀我之人，盯住的极有可能是状元夫人的位置。此人身在高门贵府，看上了沈玉荣，视我性命为蝼蚁。无论如何，此人一定不简单，姐姐千万要小心。放心，我定会小心。表哥，表哥，我刚去办了点事，正好路过江宅。你这是要进宫吗？是。正好，我也要去赴宫宴。要不我送你去？不劳烦表哥了，家中已经备好了马车。也是，那就宫门口见吧。叶表哥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嘿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！哎，江丽也在，一起啊！父亲已经给我们备好了马车。哎呀，叶表哥车都备好了，正好我们一队可以叙叙旧。哎，走嘛！江景睿，啊，没事，走。叶世贤，怎么了？你一直这样盯着江离干嘛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看上他。这身柔似雨、软如烟的衣服，我没有啊。你没有什么？你没有？你瞧，你瞧，你瞧，你这小黑脸蛋的，快红成小红脸蛋的了你。
你肯定是想用这身柔似于软如烟的布料，给自己做一身柔似于软如烟的衣服。我不是，我只是有一点点紧张。哎呀，行了，我都懂。第一次进宫，难免紧张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紧张到睡不着觉。到了。阿离，我去了。你放心进去，我在宫外等你出来。其实你可以跟我一同进宫的。你高中状元，进宫是受赏，我同你进去干什么？我今日死皮赖脸要送你出来，娘就已经很不高兴了。你可是状元夫人，你不跟着我，还有谁能跟着我？知道，只是我不懂宫里的规矩，若是有失礼之处，岂不是害了你？阿离，你我夫妻，本是一体。我懂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去早回，我就在这等你，我的状元郎。阿离，你来啦！你们约好一起来的？我和江景睿一起，是表哥顺带捎着我们。这样啊？可是叶师姐不是住你们反方向吗？怎么顺带捎你们？你知道叶表哥的事儿还挺多的，不如下次我让江景睿带着你去找叶表哥。哎呀，你胡说什么？走，我们进去吧。你说这圣上，萧三娘子来了啊？那必定不是俗物。若瑶，今日这身真好看。还以为周公子只对秦艺魁首上心，没料到还关注我穿什么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自然一直很关注你。那我先入席了。三姐，我们先入席吧，一会儿该惹周公子不高兴了。他不高兴又如何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跟他之间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云儿，你怎么了？最近几天怎么都魂不守舍的？没什么。你看什么呢？那是江离和柳絮的位置，他们还没来呢，肯定是得了魁首，在这摆谱呢。肯定是。他不来还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
妃娘娘到。第一次见丽妃娘娘，看起来比我娘年轻好多啊。可不是嘛，她以前可是先皇的妃子，要不然你以为圣上又怎么会不顾众议，也要把她纳为丽妃呢？嘘，小点声，不要明了。恭迎陛下，丽妃娘娘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自古学子以6艺会友，尔等都是其中翘楚。今日陛下设宴，一是慰劳学子勤勉读书，二是嘉奖岁氏之魁首。岁氏魁首，觐见陛下。你就是叶世杰，回陛下，正是草民。好，陆阳叶家也出了你这等出类拔萃的贤才，可见你立志治学，专心致志。陛下过誉，草民愧不敢当，唯思日夜精进，为国计民生，方不负陛下隆恩。好一句为国计民生，户部按民生大计，近来正议补员调职，朕今日也点一员，任你为户部员外郎。明日即着吏部下班违令。臣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朕听闻江家有位江二娘子，在真女堂孤身10年，却自强不息，在此番岁试中一举夺魁，名动京城。那个人便是你吧？臣女江离见过陛下。文采精华，宠辱不惊。听闻你曾在真女堂10年，朕非常好奇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真女堂虽在山野，却令臣女怡心养性。山中多隐士高人，只是凡俗之人，因心为世间尘埃所蒙蔽，故而不能看到。恰巧臣女年幼离家，清冷孤僻，却心无旁骛，心思单纯，才方且入了高人之眼，学了些皮毛罢了。身在如此荒败之地，非但不沉沦，反而日夜不忘精益修身。难得，来人，赐宝。你们4位都是栋梁之才，朕自当赏赐。这些珠宝玉器一并赠予你们。陛下，陛下赠予珠宝玉器，实属罕见，只是臣女志不在此。斗胆请陛下换一物。倒是头一次有人拒绝朕的赏赐啊！臣女不敢拒绝，只是臣女不懂品鉴。陛下赠珠宝玉器与臣女，难免蒙尘，所以臣女才斗胆进言。那你要什么？臣女痴迷学问，曾阅过沈学士一篇《尧议论》。其议论针砭时弊，文采斐然，在文人中也广为流传。臣女不才，对沈学士的文采十分仰慕，只是男女有别，不敢贸然求教。今日求陛下口谕，让沈学士日后指导臣女学问，臣女得一恩师，日后定更思进益。这江二娘子真是大胆，莫不是看上沈学士了吧？你还别说，两人还挺般配的。别胡说。怎么了，夫人？今日我赶集去买菜，平日里风雨无阻都会出摊的卖菜师傅没来，我一问才知，那个师傅家中人丁稀落，他唯一的儿子去服了兵役，因此师傅虽年事已高，仍不得已去服徭役，他最后活活被累死了。竟有这般惨事，民生多艰啊！多谢夫人。怎么了？
科考策论中有以徭役为义的考题，我正愁不知如何下笔，多亏夫人赠我切题之口。难怪你方才说自己心思简单，寻常人可开不得这口。虽男女有别，倘若一心求学，无伤大雅。徭役论确实写得好，非心怀百姓者所不能成也。朕也是读了这篇文章，方知沈清经世之才。而你身为女子，如此敏而好学，实在难得。朕准了，沈清。沈学士，陛下唤你呢。臣在。朕命你认真指点江二娘子的请教，不得马虎。臣领旨。臣有一个问题，想要问江二娘子。沈学士，请问。徭役论是我为世子时的旧作，距今已经年，我亦有所疏忘，不知江二娘子为何独爱此论？许是沈学士落笔此论时，上不披官服，白衣庶人，丹心纯凝。白衣庶人，丹心纯凝。沈某与江二娘子共勉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陛下今日开怀，臣妾也多喝了几杯，只是臣妾不胜酒力，此时竟有些头晕了。没事儿，陛下不用顾及我。朕陪你回去休息吧。圣上起驾！恭送陛下。沈学士，沈学士，请，请。沈学士，方才小女甚是失礼，罔顾沈学士还在为亡妻守孝，还贸然提出请教，请沈学士见谅。无碍，你已赠予我2句很好的判词。判词一词不甚吉利，仿佛是在对沈学士盖棺定论。亡妻已故，我这一生早已盖棺定论。沈学士在想念你的亡妻。从前情色在御，如今镜花水月，想来如何不伤感？长公主驾到！参见长公主殿下。没想到今日居然能见到长公主。圣上今夜忙于政务，特召我前来与诸位饮宴。都别拘着了，我与诸位共饮一杯。传闻这位长公主可不好惹，我们可得小心点。
沈学士，请殿下安。你刚才是在和娘子家喝酒吗？回殿下，是岁氏的学子在向臣敬酒。学子呀，我在来的路上就听说，有位好学的娘子想拜沈学士为师，不知道是哪位娘子，这么有眼光啊！这位是？难道是他？回殿下，臣女是江相国的女儿，江离。原来你就是江离。长得可真是让人意外。奏乐吧，沈学士，你也教教我，什么是琴瑟在御，什么又是镜花水月？公宴之上，还请长公主护臣体面。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最喜欢玩的，就是你沈玉容的体面。你是专门在这等我的吗？我怎么觉得江二娘子和沈学士的亡妻长得像孪生姐妹一样？臣女从未见过沈夫人，不知殿下何出此言。不过巧了，今日臣女的姐妹恰巧都在这席上。沈学士爱妻如命，满城皆知。怎么样？你觉得他像吗？世上相似之人不少，沈某不敢冒犯。我早就听说，今次岁试中有位敢跟李家公子打赌的奇女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寻常。正好，酒也喝过了，咱们来余兴一把。我也替圣上好好验一验。看你这魁首，是真货还是假货？听说江二娘子不光琴技一流，射箭也相当不错，可以为我等展示一二吗？殿下误会了，臣女不善射箭。这样啊，那我可得给你找个好标靶了。死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啊？都是前人看够了的，挑个活的玩玩吧。选谁呢？殿下，臣请为江二娘子作罢。沈玉容，还真有你的呀！
宫宴除我之外，都是两所里的学生，年纪尚幼。如果有哪里顶撞到殿下，还希望殿下看在臣的面子上，不要为难。也好。不过沈学士出面，这梅族的箭杆子，多没意思。来人，换岱族的剑上来。沈学士，把他举起来。江二娘子，你就射那9壶，若是射中了，我赏你。这是何物啊？回来的路上，瞧着有趣，便想买来送给夫人。本来想给夫人一个惊喜，没想到被夫人先瞧见了。禀长公主殿下，以活人托物为靶，清醒时尚可，而今日宴会上，江二娘子一饮数杯，只怕……我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。江二娘子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沈学士的手都为你举酸了。若是我失手了呢？殿上余幸，我长公主殿下一笑。江二娘子，不必理会我的生死。盯紧靶心，我数到3，跟着我一起松开你拉弦的手指，记住，不要犹豫。安利，毕业。沈学士，没想到长公主这里玩得这么刺激啊！早知道我就早些来了。素国公，圣上令我款待学子，有你什么事？长公主若是只娶没有剑族的剑，那就没我什么事。可惜你要娶剑族，你身边那些内官做不了主，自然有人会来通知我一声。看来你是诚心与我过不去。怎么敢？我奉命护宫宴安全，酒后余兴也就罢了。沈学士倒是大义凛然，敢说一句不计生死。可这万一真出了人命，我该怎么向圣上交代呢？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扫我的兴。公务在身，
长公主若想尽兴，大可请旨圣上，只要圣上点了头，我就让人开了武库，给长公主调足了剑族，陪长公主杀她个血流成河。肃国公这么忠于职守，我可要跟成王好好说说，让皇兄也好生关照一下肃国公的公务。愿为成王分忧。多谢肃国公。你以为你出师了？对不起。圣上让诸位开怀尽兴。抱歉了，沈学士。无碍。阿离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杀了他。薛芳菲，我碾死你，就像碾死一只小蚂蚁。江离，抱歉，我刚才感觉你像是要跌倒了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出来透透气。你别太往心里去，长公主确实太过分了。况且，你是江相国的女儿，她不敢拿你怎么样。我陪你走走。我们还是先回去，让别人看到我们单独在一起也不好。是我失礼了。叶兄，刚才去哪儿了？来来来，喝酒，来喝酒，喝酒！哎，快来吧！来呀！姐姐，你刚才在长公主面前勇气了得，妹妹想给你敬杯酒。四妹，我不胜酒力，现已足量，不能再喝了。四妹和我是姐妹，关系不同寻常，不如我以茶代酒。二姐，以茶代酒，可就辜负了我想和姐姐相好的一片真心啊！
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二姐，四妹，我的头有些晕了。那快些坐下吧。竟敢私下幽会，看我揭发你们！一张纸条又能说明什么？这里有几间茶室，是丽妃娘娘特意安排给你们休息的地方。叶员外，你先在这里休息片刻，奴才去添点茶点来。叶时间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没喝醉？我叶家是生意场上的人，呼伦酒自然没少喝。今日那些来敬酒恭贺的人，有人是来敬酒，有人分明是想浑水摸鱼。我酒量并不差，加上今天喝的不多，只是装醉想看看对方什么意图，然后就被带到了这里。那你方才……我只是看你昏睡着，想把你叫醒而已。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该说你聪明呢，还是说你傻？孤男寡女，能有什么意思？自然是想让我们酒后乱性。你别乱说！我只是想把别人的打算告诉你。那他们这么做，是为了撮合我们？你还没有明白吗？对你下药，为了让我们通奸，进而毁了我的名声，也彻底毁了叶家的仕途。毕竟你刚被圣上任命为户部员外郎。那他这是要一箭双雕？是，你没有上当，我也没有上当。倘若我今夜真的醉了，你当如何？不是，真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刺伤你，然后离开。别人只会认为是皇宫里进了刺客。你当真下得去手？我这么说，也许有些自私，但你没有经历过，你不会懂。
失贞之后，千夫所指。任何人，哪怕是卑鄙龌龊之人，都能肆意的羞辱你、唾骂你。纵使你有千般委屈，也无处诉说。你是我表哥，伤你我自有愧。可我此生绝不入那地狱。你去哪儿？外面的人都已经走了，不走，等着被捉奸吗？可是你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计划失误。我会找地方藏好，你也快去找个地方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，没想到你心里果然有我。丽儿，我是真的想娶你。你果然是朵带刺的玫瑰。素国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里，难不成跟着你去看你们孤男寡女酒后乱性？你又监视我？我奉旨护卫宫城，你们脚底下踩在哪块砖上，我都知道。为什么要杀沈玉荣？我没有。你忘了，你的剑是我教的。今夜人这么多，绝不止一个人对你身份生疑。此事余浪不小，你怎么有出来？你能不能先放手？不能。刑部还关押着一个人，你们手里互相拿捏着对方的性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此时有另一人的手伸出，你都知道什么？你以为只有你能玩弄我吗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奉旨办案走司法道这么多年，刑房进得多，刑罚也见得多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挨得过大刑加身。阿离，你今夜太冲动，竟敢当众说出仰慕他沈玉荣，剑无回头路，脱宫的时候你难道就不害怕吗？你不就是回头路吗？我的路是那么好走的吗？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没想好，不过这是你欠我的第3个人情，我要的多，等你给得起的时候再说。素国公，宫里的人都踩在哪一块砖上？你真的都知道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沈玉荣和长公主踩在哪一块砖上。你都已经猜出来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你不是问我今晚为何如此冲动吗？我不是你，没有那么多眼线，我只能拼上自己的一条命，去搏一个真相。对你来说，真相就那么重要？胜过我的性命。
姐妹们，我们已经吃席很久了，不如出去走走，赏赏月。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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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！甚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，走。我有些口渴，我们一起饮杯茶吧。好啊，我刚好有点口渴，我也一起去。走。人呢？对，他们喝了药，应该走不远，一定去了别的地方。我们过去坐吧。这茶桌太小了，我们人多有点憋屈，不如再走走，去其他茶室看看。嗯，好。你看，啊，这边的花也开了，真好看。一会儿等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再去那边转一转。好呀。我们进去看看。二姐，二姐。天哪，这不是江若瑶的未婚夫吗？放着嫡女不要，跟那江家的庶女在一起。怎么会是你？若瑶，方才我喝多了。三姐，我也喝多了。你给我起开！贱人！你竟然攀我未婚夫的床！公子，救我！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你这个贱人！他们贱人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贱人！疼！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啊！你说你晚上擦，早上擦，中午擦，擦，你除了擦药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干吗？大事儿做不了主，小事儿又遭人排挤，我们在这家里是受了多少的委屈？你看女儿的脸都毁成这样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只会擦药吗？我们活该被人欺负，贞洁没了，脸也毁了，我们就应该忍气吞声。若是狗被咬了，也得汪汪叫两声吧。够了，都出去。女儿啊，我们的命真的好苦啊！娘，我不苦，我要嫁给周公子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周公子是你三姐的未婚夫，你看看你父亲这个身份，这事儿能轮得到咱们吗？现在这时候你要嫁给周家，那真是往死了逼大王，到时候咱们全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的脸被江若瑶毁了，清白被周艳邦毁了，不会有哪个正经人家要我的。难道我还能在家待一辈子？还是爹要把我送到真女堂？你说什么混账话！事到如今，爹娘却还是只知道一味的责骂我。你们眼看着江若瑶是大房的女儿，叫我处处矮她一头，任她羞辱作践。我猫只要活到现在，眼看那江离都相过三品之家。你们为我筹谋过哪一出？
如今看我先了他江若瑶一步，压了他一头，大房还没闹僵过来，父亲先来践踏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周公子？女儿啊，你这是自甘堕落，你不但断送了你自己，还毁了我一门的脸面，你怎么能怨父母没给你筹谋呢？不然能怎样？我只是个庶子的女儿，我也想我爹是当朝中书令。你。平时见你对女儿不闻不问的，今天你耍横了。我觉得女儿说的没错，就因为你是个庶子，前后都矮个一头。他大房到底是个什么呀？庶子，我是庶子，好了吧？都怨我。你振作点儿，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呢。当务之急，咱们现在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个难关渡过去。在劫难逃，江若瑶这门婚事算是毁了。你知道大房为了这门亲事，他费了多少心机？我们能好好的在这儿，那是因为人家还没有杀过来。我看未必。你瞪眼干什么？男女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啊？是他们侯府的公子对我们女儿用了强，我们还委屈呢。他季舒然凭什么不给我们做主啊？让他江若瑶把我们女儿的脸毁成这样，我还要打到他那儿去呢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可就消停点吧。就算这次被混过去了，那大哥也不会让若瑶跟玉娥共侍一夫的，大嫂也不会善罢甘休啊。那是以后的事儿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咱们的玉娥和江若瑶对立起来，只要他们俩有共同的敌人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你是说江离？孙妈妈，哎，去安排人把这里都清理了，然后给他换套新的。是。闹够了？我当他是条忠心的狗，再怎么着也不会抢人饭食，这才处处带着他。没想到，竟然从我身边抢人。母亲，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吗？你还觉得你错的不够？我哪里做错了？就算你恼怒江玉娥爬床，也不应该当着众人的面划破她的脸，带回家关上门，自然有千百种法子折磨她。现在江玉娥破相了，你父亲在家是当家做主的长子，在家外是宽厚仁爱的相国，他已经没脸没皮了。索性在你父亲面前哭死过去，咱们还得去救。你以为你一时出了口气，哪里知道是给他留了余地。他已经是一条死鱼了，但是就这么1寸，就能给他翻过来。是他先勾引我未婚夫的。证据呢？如果是他咬死周彦邦轻薄的他，你怎么说？所以事情变成这样，成了我的错了是吗？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别人毁掉我的婚事吗？你和周家的婚约已经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。你爹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嫁过去周家的。若是你撒泼打滚的非要嫁过去，周家断然也是不敢来娶的。你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罢，这就是现实。报应，一定是报应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话，去陷害江离和叶世杰，我就不会遭此报应。自己的事情办不好，还有理了？你觉得单凭江玉娥自己能做出勾引周彦邦的事吗？你跟周公子订婚不是1、2天了，如果他要勾引，为什么不早勾引呢？母亲的意思是说，他被人利用了。现在你跟江玉娥闹成这样，你觉得在这个家里面，谁最开心？江离，婚约没了就没了。娘亲自会再给你找更好的，但是这笔账，必须要跟真正害你的人狠狠算清楚。
元白也来了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现在就说吧。大哥，你罚我吧。都起来说话，这成何体统？玉娥她坏了若瑶和周家的婚事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该罚。你们这昨天闹得也太大了，那是皇宫，不是自家后院。我明白夫君为何生气，出了这样的事，若追究下来，的确是我们两家的大祸，他们也的确太不像话了。可如今，圣上不也没言语吗？那是他们命大。昨日之事，我和宁远侯夫人有个私下的默契。这毕竟两家都不好看，他们也想将此事掩盖，风言风语是挡不了的。但横竖不会再出什么大事。我今日在朝堂之上，百官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嘲笑。元兴啊，若玉娥真对周公子有意，早点说出来不就行了？何必做出这丢人现眼的丑事？子不教，父之过，请母亲责罚。还有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，竟然去伤害自己堂妹的脸，这等恶名要是传出去了，谁还敢上门提亲？母亲，此事确实是若瑶不对，但她与周公子自小就感情颇深，冲动之下失了理智也是常情啊。若不是玉娥犯错在先，若瑶也绝对不会这样。说1000道1万，都是玉娥的不是。我今天把玉娥带来了，要打要罚，全凭大哥处置。若瑶和玉娥平时相处的不错，我们与周家走得近，这也不是1、2天的事。因着若瑶还未发嫁，孩子们平常相处的斯斯文文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玉娥这孩子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犯糊涂？若不是若瑶亲眼看见告诉我，我也是不信的。要不是被人陷害，我们家玉娥就算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的。陷害？何人陷害啊？玉娥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大伯父、伯母，我本不胜酒力，可宫宴那天，二姐一直在灌我的酒。等我喝多了头晕想休息，二姐就搀扶着我，说是带我去茶室休息。印象中，我们走了好久好久。现在想来，怕是到了那偏僻之地，到了屋子门口，二姐就借故离开了。我当时头晕的难受，没有多想，只想休息，便进了屋子。哪知周公子也在里头，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把我认成了三姐，然后就……我当时慌得六神无主，尽力挣扎，却是酒劲未过，身子无力，到底抵不过男子蛮力。后来三姐就出现了。这若是偏僻之地，若瑶为何会过去？我不敢妄说。玉娥，你快说呀，玉娥！但说无妨。我是后来听别人说，二姐把我扶到茶室以后，转脸就对三姐说她找不到我了。三姐担心我，这才心急忙慌地找到茶室来，然后就……竟有这样的事！怨我，终究是怨我。若我知分寸，就不该在宫宴上将二姐递过来的酒，也不会酿下如此滔天大错。把江若瑶、江离都给我叫过来，两家人当面把事情说清楚，是谁的错，绝不姑息。那日宫宴太过凶险，好在姐姐有防范，最后所查之事也算顺利。出乎意料的顺利。姐姐，只是那个人是长公主，恐怕以后更加难了吧？我本来以为面圣会是我的一次机会，挑破一层帘幕，让他早来见我。可我未曾想过，竟是殿下才一声令下，无人敢不从。姐姐，
你不会同情的沈玉荣了吧？杀妻本就是一件罪不容诛的事情。同情？他不配。姐姐，那我们日后打算怎么做呀？娘子，主君让二娘子去一趟晚凤堂，说是有事要问。姐姐，这个时候来传话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反咬一口的人醒了。离儿，昨日在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父亲，昨日离儿喝多了，不知父亲想问何事？你少装蒜，江玉娥和周彦邦的事情，你说清楚。三妹想问此事。昨日我被四妹灌了很多酒，有些醉了，四妹便扶我去附近的房间休息。周公子和四妹的事，我也是今日醒后才听说的。你胡说！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若不是你暗中搞鬼，四妹怎么可能刚好进入周彦邦那屋？怕是你暗中谋划，故意把四妹引到那儿的。对，我是进去之后才知道周公子在里面的。说来也巧了，四妹扶我进房间休息后，不过片刻，另一个人也在内官的引路下进了我的房间。三妹可知此人是谁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是叶世杰。他也是饮多了酒，想要找地方休息，可不知为何会被人带到我的房间。不过幸好，我们二人虽然酒醉，却也知道男女有别，同在一屋，与理不合，随后便分别出去了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了一件趣事：三妹推开周公子所在房间的大门时，还未曾见到人，便开口喊了一声“二姐”，此事又是为何呀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当日跟你同行的几个学子可都听到此话了，三妹怎么突然不承认了呢？其实情急之下喊错人是很正常的，三妹不用这么紧张。父亲，我进屋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，叶世杰就进来了。随后我们各自分别回席，叶世杰可以证明我没有时间把四妹送到周公子的房间。叶世杰是你表兄，自然是向着你说话，说不定是你们串通一气。我倒是把你忘了，你说是我把你送到了周公子的房间，可他欲对你行不轨的时候，你为何不喊救啊？宫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你若是一直喊救，事情未必会闹到如今的模样。那是因为如果我出了声，被人撞破，怕是会影响三姐和周公子的名声。三妹，感动吗？四妹可是宁可毁了自己的清誉，也要护你和周公子的名声呢。你们两个可真是姐妹情深啊！离儿，你就别再刺激你妹妹了。出了这种事情，她心里比谁都难受。我也替妹妹难受，可未曾想到这一切的脏水泼到了离儿身上。女儿为自己辩驳几句，都不行吗？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明明就是你泼我们脏水，说不定叶世杰在碎尸时就和你暗通款曲，所以你才把他当挡箭牌。你可以不信叶世杰，总不能不信肃国公吧？有他什么事？回父亲，因为是四妹将我送到了房间，离儿离开时并不知道回去的路，恰巧碰到了肃国公，是肃国公将女儿送回了前殿。父亲想好好为三妹讨个公道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把我推了出去是小，若旁人知道我们江家姐妹不和，无凭无据便可重伤彼此，也不知会生出何等险恶居心，还望父亲三思。蒋丽，你少装蒜！若要国父明察呀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的命好苦啊，伯父，我这辈子该怎么办？我女儿以后该怎么办？
够了！此等家丑，你们有何脸面争吵？传扬出去，让人知道一族姐妹互泼脏水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木已成舟，是非对错有这么重要吗？你们就不想想，四丫头现在被毁了容，这今后怎么办？三丫头她未婚夫做出这种事，这以后怎么办？母亲责备的是，孩儿处置不当，我这就和三弟三妹商量如何解决此事。你们出去商量，不要在这里吵我。是。二丫头，你留下来。玉娥和周公子之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最疼爱离儿，离儿不会瞒祖母。昨晚，周彦邦给了我一张小纸条，我不欲理会，又恐旁人知晓，离儿便收在了身上。想着宫宴结束了再做处理，直到我听说四妹和周公子的事，才发现离儿身上的纸条不知何时消失了。还真是不知轻重的丫头。起来，你可知错？离儿应该藏好纸条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说的是你的错处。祖母，忘了祖母怎么跟你说的？祖母告诉我，在宫里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姐妹，遇到任何事，不能自己心里委屈，要回来告诉祖母。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只能让人先一步提盆，泼得你满身脏水，事后再来澄清，再和那个泼水的人好一通你死我活。偏偏又都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到头来，这委屈你还得咽下去。祖母，你是不是还信不过我这个祖母？离儿不敢。以后不管什么事，你都可以告诉祖母，我不是那种是非不分之人。不过这事儿不能不罚，罚你回去抄佛经10遍，三丫头、四丫头那边也罚他们抄女戒20遍。离儿认罚。爹，你为什么让我体教玉娥？她什么身份？她怎么配得上我？怎么，你现在心里还想着要娶那个江若瑶是吗？爹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去给若瑶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原谅你？爹，居然闯下如此大祸，大难临头了，你到现在还不醒醒？你以为你真的能娶那江若瑶吗？你好好看看，江家的退婚书都发到咱们府上了。江玉娥虽然是庶子之女，可事到如今，倘若她身子没个着落，人再糊涂一些，弄出人命来，到时候圣上震怒，单不说江相国会不会罢休，祖上所有的功勋、爵位什么都留不住，明不明白？爹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你怎么待江玉娥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她因你而失节，我们周家必须给她名分。路都给你们铺好了，结果你们偏偏走到岔路上，让别人钻了空子。妹妹教训的是，日后我必定会好好管束若瑶。这江离只要还在江家，以后还是会有办法对付的。若不是我在圣上面前打了圆场，怕是此事没那么容易了结。妹妹辛苦了。最近有动静了吗？我听太医说，再晚几年就不好了。可是父亲让你来问我的。没有，是我自己糊涂的想法罢了。
倒也不是什么糊涂的想法，这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。我现在上了年纪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听说天象寺的菩萨慈悲，我准备去清修一段日子，调理调理身子，也修修子嗣的福气。若是妹妹要去修佛，我倒有一事相求，就看你怎么想了。说来听听。既如此，那么就由我来好好磨磨他的性子。你不应该顶撞婉宁的，你应该先来报阵。我若再迟一步就晚了。满城尽知的长宫宴，沈玉荣绝不能死伤在那上面。婉宁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，你别以为她不会动你，她可能早就想动你了。那最好了，我倒想看看，她会以什么方式动我。不排除弄死你。我会小心的。萧恒，若是你没了，朕身边就再无可信之人了。陛下，心腹本来就是用来干脏活的，磕碰难免。但放心，死不了。殿下，真女堂的堂主昨夜被押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惠城关押，暂时还没有音讯。下去吧。是。梅香，送去李家。是。沈玉荣，你到底在别扭什么啊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竟然敢当众拆我的台！殿下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太荒唐了吗？那是圣上的赏宴，若伤的不是我，是任何一个学生，殿下必遭圣上责罚。殿下就算再不喜欢江离，也不能伤了自己的体面。你竟然敢顶撞我！来人！算了，这不就是殿下想要的吗？我想要什么了？你想要我死？你胡说！婉宁，不要再为试那个江离，把自己抱于险境。我护不了你几次，人我已经杀了，我甚至去了青城山，去到了埋他的地方，亲眼看到他的尸体就埋在泥里。可是你不觉得真女堂那几个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？这是有蹊跷。那又如何？我在殿下身边。不如殿下告诉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安殿下的心？好了好了，你的样子真可怜。我今晚就不罚你跪了，你好生把伤口包好，今晚我给你擦身子。